是其实是后程，潘展乐今天前程出的非常的不错。潘展乐在前程保持领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站出来，潘展乐前程第一个转身道别。潘展乐转身之后继续领先，潘展乐加速，潘展乐往直冲，最后25米的冲刺，潘展乐的后程，潘展乐世界最后的潘展乐一骑绝尘，加油加油！保持到最后。潘展乐即将获得胜利！潘展乐15 to go. Man in front and look up there in lane one. It's Matt King. He's in the mix as well. And coming through now. Man is going to win the gold medal. He wins it. He wins it. It's not a world record. Moresi takes silver and Nemeth takes the bronze. 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一点都不理我。包括美国队的阿列克西，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他那种滚翻直接往教练身上溅水花，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那种样子，能说吗？没关系，想说什么。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而且在这么难游的池子里打破世界纪录，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为中国队拿了一个很棒的开门红。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有的网友说我的脸色不太好，可能是灯光的原因吧。因为我的医生对我说我一切正常，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不到20岁的中国小将潘展乐打破了由自己保持的1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在昨天，也就是7月31日巴黎奥运会上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是对由美国发起的炒作中国游泳队兴奋剂事件最有力的打脸，所以我特能理解潘展乐赛后说自己与外国同行打交道遭无视，中国教练被外国选手溅水花等等。潘展乐说，在最难的泳池里医学前耻，先为国后为家。你看，这就是格调。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是集体，然后才是他个人。潘展乐表示，金牌对他个人而言意义不大，因为生活还得继续，但对中国来说非常值得高兴。潘展乐用医学前耻来形容决赛的表现。之所以这么说，潘展乐透露了2个细节。之前我们第一天4乘100米接力，我在下面跟澳大利亚的查尔摩斯打招呼，遭无视，他一点都不理我。包括美国队的阿列克西，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他们那种翻滚，直接往中国教练身上溅水花，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的样子。我们联系到之前，德国女选手对中国人获得那个项目铜牌，而德国人他自己只获得第4，愤愤不平。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他说：“先假定获得铜牌的中国选手没有服药。”其言下之意就是说，中国人服药了。铜牌本来就是我的，你看，这就是赤裸裸的有罪推定，也是极度可笑的。他输不起，不能接受他自己输的事实。我们再联想到之前，也就是7月30日，跳水队是10米跳台，那个德国选手他得第7，然后他说啊，中国人那么拼，为了那块金牌值得吗？等等，说3年不准见家人，没有什么私人生活，所以他觉得为了那块破金牌，中国人那么拼不值得。这也是一种为自己失败找理由，对吧？就是输不起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德国人。我们看，从美国人、从德国人、从澳大利亚人对中国运动员的态度来看，他们都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对中国运动员厌恶不友好。这与美国通过他掌握话语权，不遗余力的成功炒作中国游泳队兴奋剂事件，以及德国媒体跟风有很大关系。而且我觉得不止德语媒体，我认为西方媒体都差不多，澳大利亚的媒体我相信也差不多。而且澳大利亚过去一直对中国游泳队非常的敌视，这从之前他们嚣张的态度就可以看清他们的嘴脸。今天我又打开德国媒体，仍旧有3到4家德语媒体还在炒作，还在报道所谓中国游泳队这个兴奋剂事件。真的对这种事情他们的热情特别高涨。面对外界的质疑，国外运动员的无视和嚣张，潘展乐
用决赛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回应了一切。潘展乐在决赛的成绩比第2名这个澳大利亚的查尔摩斯领先了整整 1.08 秒，对100米自由泳这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拿到金牌后，潘展乐非常欣喜，他说：“今天我们终于把所有人都拿下了，而且这是在很难游的池子里打破世界纪录，真的是非常好的表现，为中国队拿下很棒的一个开门红。”对于打破世界纪录，潘展乐说：“我根本没有想到打破世界纪录，我就想往前冲，往前猛冲，后面硬顶也要顶回去。最后15米距离，他发现他已经领先所有人了，而且领先很多，他们已经没法追上来了。”至于最后他是怎么做到的，潘展乐答道：“憋着一口气呗，加上我们国家这么多人，所有人的期望，在我下水前的一刻，我感受到了。”潘展乐还说：“先为国，后为家。”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当年的少年霍去病的那句话：“何以家为？”朋友们，你们看，这就是一位19岁不到20岁的中国年轻人今天说的这句话，他的高度已经很高很高了，而且完全没有对西方的仰慕和崇拜，这就是西方人完全没有的特质。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国家绝对是有希望的。当然，潘展乐没有提到中国游泳队在巴黎受到的各种其他待遇。潘展乐用医学前耻，他用这个词是有来历的，因为这次中国游泳队在巴黎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非常不公平的待遇。中国游泳队到巴黎10天之内就被检查了兴奋剂200次，而美国呢1次不检，澳大利亚1次不检。说到这里，我心里就特别来气，我只能说中国泳联还有中国队的可能领导太怂了，以为积极配合就可以息事宁人，不敢站出来反对这么明显的针对中国游泳队员以及中国队的赤裸裸的歧视。这种过度检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中国游泳队员的心理、心情、休息等等，从而影响到队员的成绩的发挥。真的，朋友们，像我们这种在海外的华人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待遇。真的，我非常痛恨有些中国人那种对白人老外的低声下气、温良恭俭。其实人家老外就把你这种中国人这种温良恭俭的态度等于是怂逼，以为你理亏，干了他们怀疑你做的事，所以呢你才这样低声下气。而且根据中国队的工作人员透露，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WADA 检测人员经常半夜突袭，弄得下半夜，让中国游泳队员根本就不可能好好休息，甚至他们只能在大堂酒店大堂凑合。但中方依旧是默默忍受，然后是配合。真的，我就想起了沉默的羔羊。试想，国际反兴奋剂机构，也就是这个 WADA， 他敢这样对待美国队吗？他敢这样对澳大利亚队吗？话说了另一边，美国及西方利用他们的所谓国际话语权，通过他们的媒体大肆报道，而且放大此事，言必称中国队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国际泳联包庇中国队员等等。比如德国媒体刚才前面就提到，就铺天盖地，而且已经很长段时间了，渲染中国游泳队所谓兴奋剂的事件。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我认为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而我没有看见中方有任何强有力的回击。难道中国游泳队自己真的干了美国人咬定的事情吗？然后你中国队自知理亏，不敢反驳？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就大声承认错误呗。而且我觉得不要一天到晚在中国人自己的媒体上喊冤，人家西方人也听不见看不见，也不愿意理你。由于德国媒体跟风，还有西方媒体跟风配合美国，现在看到中国队如此怂逼。那天你看前面提到那个第4的德国女队员对于获得铜牌，也就第3名的中国队员，影射她吃药了。她接受德国媒体是说，先假定这次中国游泳队这个队员没有吃药得了铜牌，言下之意就是说铜牌就是我德国的，不是你中国的。你看德国人就输不起。其实中国也知道美国双标，比如99%的美国运动员游离在监管之外，
美国的职业体育联盟，还有美国的大学体育联盟，他们是自己制定反兴奋剂标准的。美国它是不服从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领导，也就是不服从 WADA 的领导的。美国反兴奋剂中心 USADA 一般也不对他们的队员进行检测，所以形成了巨大的体育暗箱。那么我就纳闷了，为什么中方不要求全世界一视同仁，对所有国家队员同等检测呢？另外可以看到，有的国家就那么霸道，现在变得越来越恶心了。其实老实说，我一直怀疑，也允许我怀疑啊，像在游泳、什么田径啊、自行车等等竞技性项目的比赛中，也是各国使用所谓违禁兴奋剂的较量，就看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实我认为啊，这与这方面的研发发达与否有关。就像那个某大国，在这方面他们的研发绝对是高度发达的，加上他们有自己的反兴奋剂标准以及法律，这让他们在开发利用兴奋剂方面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是绝对的。所以说，既然大家都在开发兴奋剂，大家都在使用兴奋剂，那么还不如完全放开算了，你想服用就服用，否则又是那些在这方面高度发达的国家占尽先机，那些小国家永远没有机会。这次由美国发起的专门针对中国游泳运动员所谓兴奋剂事件的丑闻宣传，其实有深层意义，这是美国大国地缘政治的延续，所以把政治带入体育也是打击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所以说，为了遏制中国，西方啊任何手段都可以用，这就是当前整个西方对中国做的。所以啊，中国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此刻我又想起了杨洁篪当年说的那句话，我们把你们想象的太好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你们对施展乐获得男子自由泳100米有什么想法？还有对西方对美国发起的专门针对中国这游泳对兴奋剂所谓这丑闻的宣传有什么想法呢？你们对中国泳联还有中国队的领导他们这种应对态度有什么想法呢？是不是太怂逼了呢？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真的太怂逼了，太丢人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他战斗的优势其实是后程，他战斗今天前程出的非常的不错。张展乐在前程保持领先，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站出来，他展乐前程第一个转身道别。潘展乐转身之后继续领先，潘展乐加速，潘展乐往前冲，最后25米的冲刺，潘展乐的后程，潘展乐世界最后的潘展乐一骑绝尘，加油加油！保持到最后，潘展乐即将获得胜利，先潘展乐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一点都不理我。包括美国队的阿雷克西，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他那种滚翻直接往教练身上溅水花，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那种样子，能说吗？没关系，想说什么。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而且在这么难游的池子里打破世界纪录，真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为中国队拿了一个很棒的开门红。